我操！我就想问问，还有比这更离谱的比赛吗？这场比赛简直就是离谱给离谱他妈开门，离谱到家了。韩国第一巨人竟然被中国18岁小伙吓到双腿发软，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这一幕让现场的韩国观众也感到不可思议，一脸茫然。结果，观众朋友们，更离谱的来了，韩国巨人的腿就在刚刚被吓到摔骨折了，无奈之下只能扔出毛巾投降。我是韩国第一巨人朴龙水，中国人在我的面前就像是弱小的蝼蚁，中国选手们尽管放马过来，不会像踩死蚂蚁一样一脚踩死你们。刚刚那个对着镜头嚣张狂言的家伙名叫朴龙水，是韩国第一巨人。如果你觉得这个家伙就已经很嚣张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和韩国主持人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啊！好好请教 ，Made in China, no, Made in Korea, China。而这一次，面对韩国人的狂妄自大，来自于中国辽宁的东北小伙18岁的尹鹏森杀入到了韩国。这场比赛，他将横跨5个量级向韩国巨人朴龙水发起挑战，而这场比赛也会让韩国人彻底闭嘴也不再嚣张。当然，只是暂时的这个韩国人可以说是1天不打就上房揭瓦别人是3天这韩国人是1。好，比赛开始了，看一下我们的蓝色拳套尹鹏森一位18岁的小伙子。好，体型差就很明显了，差很多。但尹鹏森呢，我们看这个双拳抡得很猛。要知道这可是客场作战，台下坐的都是一颗又一颗的小泡菜啊！这称体重，尹鹏森要比对方这个体重轻了有10几公斤了。你看，这个朴龙水具有身高，又有体重上的优势。要知道，韩国的这名朴龙水以前是练这个跆拳道的，你看他的腿法是非常好能够起腿。尹鹏森的拳法非常好，左右摆拳，包括的后手都是。好，这不过年不过节，这怎么还跪下来了？观众朋友们，这个家伙该不会是我们传说当中的纸老虎吧？徒有虚表，看起来很肥很壮，但实际上呢，就是个沙包啊！好，双方换腿，有效果了，对方疼了，疼了就赶紧跑。好，又来搂抱我们。现场的韩国女观众有点懵虽然说她看不懂拳击比赛但是能看得出来，这个他们的韩国巨人现在很被动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个朴龙水在比赛里面身高是2米居然还这么的灵活。尹鹏森不要跟对方有这种距离感。对，大家伙可能对这个尹鹏森韩国巨人没什么概念。这个大秃瓢呢，他的身高比张志磊可是比张志磊还要高但是有一个点呢，就是重心不稳这个上盘很壮，但是下盘呢不稳直打晃。好，尹鹏森又是一连串的进攻。整场比赛打得很主动很积极，而对方也很积极积极搂抱我，而且他大喘气看起来已经很累了。我们看对方的腿法呢，实际上能看得很清楚这是韩国的所谓的国宝武术跆拳道。可以说21世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笑话之一就是3个字跆拳道。他的这种身高左右高边腿都能够起来，不愧是以前是跆拳道的高手，现在改练自由搏击。你看尹鹏森的左右两侧的肋部被这个朴龙水扫腿的力量所击中。好了，观众朋友们，武林风锁定首尔中韩对抗赛男子组杀级的第2局比赛开始了。前方是韩国的朴龙水，而蓝方是来自辽阳创新俱乐部的尹鹏森。尽管面对这个身高比尹鹏森要高，体重又比尹鹏森重出10几公斤的朴龙水，对方的身上我看到了几行大字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横批韩国巨人对方的拳法很烂又慢又不准
腿法呢还真有点东西啊，看起来有模有样的，低扫、中扫、高扫都有，但是效果不理想，而且极大的耗费了他的体能，这导致他现在满身都是汗水啊，而且呢大喘气啊。相比之下，尹鹏森呢虽然说体型不如对手，但相对来讲很灵活，而且都是重磅级别，所以说重拳能力都是有的。朴龙水也有他致命的弱点，就是有身高，他光利用这种，觉得我这种扫腿有力量就行，但他拳法很一般，不具有太多的这种杀伤力。你看，从打到第2回合来看，现在这个朴龙水体能下降太明显了。我们常说嘛，齐腿半边空，但是，这个朴龙水啊，因为他知道这种距离感，我踢你之后，你尹鹏森也没办法上来，因为你力量太大了。我们别看朴龙水呢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看起来很笨，但他的扫踢啊毕竟还是有劲儿的。我们看尹鹏森现在他的腰间已经是红的发紫，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现在这一块的话是一大块的淤青啊。但随着比赛深入，我们看这个大块头啊，这个韩国的傻大个好像没劲儿了。而且我们看尹鹏森呢，他的进攻啊非常高效，还在推进，尤其在拳法这一块打的对手是完全没有招架的余地啊。我们说是想拿下尹鹏森是很难的。尹鹏森是加强进攻，加强比赛进攻的节奏，因为像现在已经看到这朴龙水体能已经下降。再来！我们现在看到场裁判怎么突然终止比赛了？难道是对朴龙水的一种保护吗？哇！比赛结束的一瞬间啊，这个朴龙水呢被尹鹏森呢逼到角落，甚至吓到双腿发软，一屁股坐到地上了。看来他对尹鹏森啊真是产生了畏惧。好，我们看韩国的朴龙水，现在他好像很痛苦，而且只能扶着围绳啊才能站稳。什么情况？难道说刚刚摔这一下摔出问题了？现场的韩国女观众啊，你看一脸担心呐。据说她在韩国的地位啊非常高，用韩国人的话来讲呢，就是韩国版姚明。只不过呢，他并不是打篮球啊，本来是打篮球的啊，但是实力不够啊，结果呢，这个来打拳击了。他是真疼还是说装的呀？好，比赛继续。好，连续的扫踢，再给一个勾拳。尹鹏森也看准了这个傻大个啊，底盘不稳，双腿不行了。那你双腿不行，那我就踢你的腿。哎，白色毛巾，没错，观众朋友们，认输了，不打了。韩国的第一巨人啊，朴龙水选择了认输，选择了投降啊，主要是太疼了，双腿受不了了。好，让我们恭喜这位18岁小将横跨5个级别拿下了韩国第一巨人。这场比赛太解气了啊！给我瞄准了打！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没有任何人敢相信8年不败的荷兰女拳王就这样被一拳打倒了，而且还是在比赛马上结束的最后1秒，恐怕连科幻电影都不敢这么拍。如此梦幻的一幕就发生在2017年中国武林风的擂台之上。中国选手名叫龚艳丽，绰号散打女皇，她曾连续38场比赛 KO 对手，场场都是以小博大，并且没有任何一场比赛超过2个回合。虽然说身高不高，体型不壮，却能横跨3个级别拿下全国散打锦标赛的冠军，10年职业生涯几乎是没有对手。但这场比赛对手更是来者不善，她便是来自于荷兰的贝克伦，绰号 KO 女王。
在这一场比赛之前，贝特伦的战绩也相当豪华，曾8年未尝一败，其终结率更是高的离谱，高达100%。他在荷兰也听说了中国也有一个 KO 女王，名叫龚艳丽，所以说便不远万里的前来中国发起了挑战。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赛前数据对比：161对战164，27对战25。龚艳丽比对方大了2岁。在身高上双方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数据没有报出来，那就是双方的臂展差距。贝特伦的臂长比龚艳丽足足长了15公分呐，观众朋友。战力在这个级别上绝对是世界一姐的 veteran， 而且在自己的职业拳击3战全胜 ，MMA 2战全胜，而且我们才知道有可能还是 Lona Rossi 的这个弟子啊。现在的飞机。我们看龚艳丽用的什么办法？一上来进内围，然后进内围以后马上开始攻击，攻击完了马上抱对方，不给对方打出来距离的结果。但是在内围感觉贝特伦也是攻击很凶啊。没错，力量明显可以看到力量有一些把控啊。龚艳丽如果这样的话，消耗自己力量呢，第2、第3回合可能会比较危险。很帅，因为大家从目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身高臂展上绝对是贝特伦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没错。这场比赛完全可以说，贝特伦是龚艳丽职业生涯有史以来遇到过最难打的对手了。本身我看这个贝特伦呢，就在身高和臂展上有着巨大的优势，而且你看这个家伙的姿势和气势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追得很猛，火力很猛。而现在龚艳丽只能是避其锋芒，和对手绕开打。挺袭击，还好只能一下袭击啊！小心啊，高位空转腿。后卫的摆拳顶膝抱住，因为要知道 veteran 不光是 X 进攻的女子代表，也是这个 WBC Muay Thai 的冠军啊，自己的顶膝是很犀利的。漂亮的这个前手。没打到，小心！错 ，veteran 可是已经干掉了王可涵，又来，也干掉了鄂美蝶。现在中国女子顶梁柱就在龚艳丽身上。现在对手的进攻意图和进攻战术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想通过这种高强度的火力压制来拖垮龚艳丽的体能。但他不知道的是，龚艳丽作为我们中国散打科班出身她的体能是非常好的。但光是体能好没有用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拼拳这一块我们拼不过。你看对方打进来之后呢，龚艳丽是只能迎着对方的拳，赶紧搂抱来中断一下对方的进攻节奏。而自己最拿手的，像这种侧踹了、神龙摆尾，还有点踢不动踢不开对手，这个距离始终拉不开。在中国，王可涵、鄂美蝶和龚艳丽都是非常强悍的女子选手，而贝特伦在世界级在武术搏击这个级别。这个。连续进攻，还好，他多数都是挡在了这是肩膀上。这个意思，上开始拉远，现在已经是双方的第2回合了，但是我们看对方的战术依旧是不变，还是猛冲猛打。这一点也能反映出来，这个贝特伦他的体能储备非常的恐怖。这一点说句不该说的对方的这个身形上真的是他没有太多的女性特征，除了他的长头发以外，所以我怀疑对方是不是雄性激素分泌过多，使得他的体能更像一个男人而不像一个女孩子强势局后手来到击击漂亮。好，这是裁判在对龚艳丽进行一次警告，告诉龚艳丽不可以频繁的搂抱但观众朋友们，你看这是没办法呀，我们这都属于无奈之举。如果能够拼拳拼得过，我们也不至于去搂抱对手低位打火打到了。veteran 连击前手的刺拳很快。现在龚艳丽整个把重心压低了，开始攻击对方的腹部，又扣了1分，又压了1点。好，裁判叫停了比赛，这已经是第2次警告龚艳丽，也就是说现在龚艳丽的分数已经落后对方2分，也就是说这场比赛无论龚艳丽怎么努力，只要不 KO 对手，那就是必败无疑了。拳法很犀利，在箍颈以后的内围技术也是很丰富。好的中招。
力的后手摆拳没有打到。郭彦丽锁定。漂亮啊！用膝尖儿的这个位置，把他顶起的时候带一个起跳的动作。错，金鼓扫标准。其实这个贝特伦啊，她除了 KO 女王的称号以外，她还有另外一个外号，叫做全能女王。没错，她的全能技术已经是非常变态了。因为最开始打的是自由搏击，但是在自由搏击领域，她没有对手啊，无可奈何转战到拳击，结果在拳击界也没有对手，转战到了这个综合格斗。所以说，我们看她的进攻手段很多啊，有膝法。拳法、推法都有。如果可以的话，他甚至还有一些摔法和肘法。好，回到主题上。这边又是脑袋撞脑袋，对，刚才是一头顶在了贝特伦的脸上。没错，贝特伦表示非常的，你看，直接是鼻血出来了。对，大家再来看一下慢动作，哇，这下才中。在这里呢，还是要科普一下，就是打拳击比赛当中啊，无论是自由搏击、综合格斗，还是纯粹的拳击，观众朋友们，脑袋撞脑袋或者撞脸啊，这是不允许的。但龚彦丽这一下也是不是故意的，因为龚彦丽的拳商和拳品呢都是非常好的啊。刚刚这一下明显是我们想搂抱对方，但是一不小心在过程当中撞到对方了。但这一下似乎是惹怒了贝特伦，对方的杀气包括速度都有所提升了。在这最后一个回合，双方还有这么强大的体能，的确是有点离谱。刚才闪出去，这一下漂亮，对，转身好的，对，要多这样的进攻，对，这样闪出去漂亮，一下没有担子了，现在开始拼了，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KO 女王。对，打击，对，不要和对手靠得太近。前摆好，龚彦丽的第3回合的表现才是我们一直期待的这场比赛。龚彦丽前摆后直，如果他率先发动进攻的话，距离是有些远。没错，这场比赛我们从开始看到现在哦，真是从头打到尾，尤其是这个贝特伦啊，对方的火力就从未显过。而我们的中国选手、中国姑娘龚彦丽啊，我们这边的话也是打得非常强硬。但现在龚彦丽很着急，在前2个回合她都没有这么着急，第3回合的确着急了，因为最后一个回合了，再不使点劲儿啊，比赛就要输了。快踹！哦，主帅。贝特伦很擅长在跑。哇，观众朋友们，最后1秒，你没有看错，整场比赛3个回合的最后1秒，哇，科幻般电影，哇，这个真是完全不敢相信，哇，这个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要知道，在马上1秒比赛就结束了，但是此时此刻，龚彦丽一个转身边拳结束了本场比赛。再看一遍，哦，这下真的是不敢相信，全程被碾压的龚彦丽在比赛的最后一刻抓住了这个机会。3大女王实至名归，太精彩了，简直我们这个心情啊像过山车一样啊！以为龚彦丽今天可能就这样了啊。好，比赛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现在是中原相看大刀。非常的重，我强烈要求中国体育协会禁止这样的老外来中国参赛。我们看比赛刚开始还不到10秒钟，黑人老外就原形毕露，竟然一脚踢向了中国小伙的裤裆上。这哪里是来打拳，这完全就是奔着废掉我们中国选手来的。这种痛苦是女人完全理解不了的。而且我们看这个黑人老外竟然一脸无所谓的表情，仿佛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内。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不讲武德的行为彻底激怒了中国选手。接下来他将迎接中国选手的怒火，不仅全程被打得丝毫没有脾气，甚至还打裂了眉骨，狗血淋头。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现在正在出场的黑人光头，名叫华盛顿，来自美国，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而且观众朋友们，他的战绩已经达到了109战，
73胜59次 KO 的惊艳战绩。不仅如此，他还获奖无数。他曾经是 WBK 的泰拳冠军， WCK 的洲际拳击冠军， SK 的次重量级别踢拳冠军。在来中国之前，他在接受采访时还公开表态说，我们中国除了人多没什么好怕的，甚至还说人再多也都是东亚病夫，一拳打翻一个毫不费力气。而这场比赛迎战黑人选手的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铁血镇乾坤徐永霸。和黑人选手过往豪华的经历比起来徐永霸完全不逊色于对手，他的大赛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击败过的国际高手也非常之多，并且他还是我们中国福建省的散打锦标赛的冠军实力是非常的强劲，主修散打。我们看到红光选手这个徐永霸，他的教练吴宪伟告诉他要快速进入状态，快速进入状态毕竟这个这次华盛顿30岁，哟，转身后头直接回到了 W。比赛才刚开始，还不到20秒钟，这个黑人选手便原形毕露。这个家伙不仅长得很脏，没有想到这个手脚也不干净打法也非常的肮脏。我们看徐永霸的表情非常痛苦，他做起了拉伸动作。要知道，在格斗比赛当中这个踢裤裆是非常龌龊且无耻的行为。但台下的女观众却又呲着大牙乐起来了。我不禁要怀疑这个刚刚台下的这个女子她的立场问题了。好，比赛继续，希望徐永霸没有受到影响。打控制，他不敢轻易的出他的后手重点，因为他看着好像这个华盛顿练你看，这次华盛顿参赛昆仑决在赛前称重的时候呢，身上是非常的干，看起来的体重的跨度是非常的大。现在所以说你个徐永霸，你要把那速度打出来，因为你毕竟练散打的，散打这个要以速度比赛，打得厉害。为了这个徐永霸年轻点，用这个快的速度节奏拉动他，对方可能体能上也会受影响。徐永霸要非常小心华盛顿的突然还击，大家用这个后手的摆拳，非常好。徐永霸这段打得相当好。看来刚刚开场的这个暴击和踢裆有刺激到徐永霸的这个情绪。原本就看这个老美老黑不爽结果呢对方来这么一下的话，我们的怒气值直接飙到了天花板。好漂亮，又是一个前手，尤其在拳法这一块几乎是完全碾压的状态。但这个黑人老外他并不是以拳法而见长的他最擅长的还是腿法。但徐永霸练的可是散打，我们最擅长的那可就是接腿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够克制对手。教练要徐永霸继续压制对方。好，这个后蹬腿，这你看徐永霸在第一回合这手打的跟自己俩控制特别好，应该接着打，不该退出来。对，他去到一个连击拳，刚才已经非常好了，一个有效击。刚才是徐永霸一个摆拳打到了华盛顿的左侧眉骨上，你看，对，脚上。好，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一幕，我们真是大快人心了。我们看，现在黑狗血已经流到了他的脸上，这应该是他的眉骨上方眼皮部位这块是打开了一个小口。没关系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看它是一个小口子，一会儿徐永霸就把他的小口子打成三峡大坝，让他血流如注。是连续进攻，就对，把优势扩大。对，因为昆仑决的我们是减。漂亮前摆后直打到一个直接击倒。哇，观众朋友们，徐永霸的拳实在是又快又重这是一个压哨的重拳，因为第一回合还剩最后的5秒钟，马上结束。徐永霸，我们看，哇，连续的补刀，没错，再多打一打，趁着比赛还没结束，多打1分是1分，多打1拳是1拳。打1拳不嫌少多打2拳我们不嫌多。好，随着前方的美女，我们准备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好，第2局比赛开始了。这是昆仑决的一场男子75公斤级的超级赛，前方徐永霸，美国的华盛顿。三亚现场的很多观众都在给徐永霸加油，希望徐永霸打出第1级的这种水平。其实可以打得更快点，因为他并没有完全恢复对方。是的。就这个转身的摆拳，华盛顿想，哇，这速度太快了。他要打重点，他不敢进来，对，现在华盛顿不敢进来了。
他进去他马上一个前手摆拳，直接打赢。徐霸应该当心自己的双手应该拿得高一些。哇，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徐永霸可真是横冲直撞，哎呦，对方懵了，摊手表是什么情况？打个比赛，难道你要把我打飞出擂台吗？但实际上，观众朋友们，他疑惑的点就是啊，徐永霸为什么能够接腿，也就是接住他的腿法，然后进行2次打击？这对华盛顿来讲是非常致命的，因为他最擅长的就是腿法，而徐永霸他的接腿刚好可以克制对方的腿法。为的转身后蹬腿太低，太低了。徐永霸可以在那个打出第一击这个身手，我觉得就可以打到影响。对，可以进去徐永霸，不用这个。他的这个优势，徐霸还是靠这个拳法。对拳法，但是拳法你必须有距离嘛，这个现在偏远，可以往前压一点。那徐永霸明显是希望用拳，这个腿是试探性的。好，这个打拳连续。这场比赛，徐永霸真的是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百倍偿还。你踢我一脚，那我就还给你100拳。现在徐永霸可以说在战力上可以把这个华盛顿啊大老黑当成沙包来揍了。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华盛顿是个小菜鸟，他曾经战胜过我们中国的散打队长姜春萌，还曾战胜过腿神红光啊，这都是大名鼎鼎的狠角色了。但他曾经以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方式啊，输给了我们中国武僧一龙大师的这个超能力啊。不得不讲啊，一龙大师的能力实在太强了。要出动，倒计时还有10秒，还有10秒。徐永霸的前手非常快，一个虚张声的下对方有一枪，这后击拳没冲手。好，现在双方第3回合的比赛马上开始，看一下我们中国的徐永霸啊，今天能不能够 K 掉对手？好的，哦呦，这是一个接腿，又一次很完美的化解且克制了对方的腿法。接腿这一招呢，我们中国的很多散打系的高手都会啊，比如说最喜欢接腿打击的选手，那就是死神方便了。就一再叮嘱徐霸要多加紧2次进攻。打通。现在在第3回合比赛里面，现在这个华盛顿也放开了，他也知道在这回合我再不主动不主动打出去，他肯定输了。是的，我靠，所以一个前手印是一个最后一局。好，这个技术打得非常漂亮，可以连续都出来，对，不要这样犹豫。这是典型的散打这个反击动作，抢分就这样抢了，一个反应肉，一个小颠腿得1分，再上来。现在这个美国的大老黑华盛顿啊，他真是骑虎难下，拼拳拼不过，出腿又容易被抓，而且分数上现在落的很多，已经是最后一个回合了，他也很着急啊。赛前放出的各种豪言啊，说我们中国除了人多一无是处，前脚刚说完啊，后脚就惨遭打脸了。现在最后的时间，我们看徐永霸是放慢了进攻节奏啊，稍微缓一缓啊，喘口气。因为比赛的天平啊，哎呦，又一次接腿，无论对方懵了，对方的表情已经懵了，没见过这么打的。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腿法被我们的徐永霸啊一次又一次化解。现在啊，徐永霸通过这场比赛，我想他应该打得更主动，因为你在第2回合你的这个体能没挺好，现在你有完全的体能，只要打出来，你现在不顶着打，华盛顿就翻过来。你看，也是吧，一个后拳之后马上冲进去就打，哇！你看刚一个袭击动作是吧？上头。实际上，美国的华盛顿是他今天这3个回合里面打最好的。现在是徐永霸没顶上，双方体能硬是下降。好，观众朋友们，这场3回合的大战终于结束，双方选手大战了3个回合啊。但与其说大战了3个回合，不如说我们中国选手啊暴揍了对方3个回合。虽然说开局有些不愉快啊，被对方踢了裆，而且赛前对方啊也是如此嚣张，但这场比赛徐永霸用实际行动告诉了全世界，
瞧不起我们中国人啊，那你的下场就是很惨。3位裁判一致判定，让我们恭喜徐永霸，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布斯在中国的不败战绩，还让现场的观众都一脸茫然，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小伙子到底是谁。这场比赛之前根本没听说过，但经常看拳击比赛的观众朋友们对西蒙·马库斯绝对是耳熟能详。从2010年到2014年，马库斯曾9次完爆中国选手，而且每一场比赛几乎都是碾压性的完成胜利。因此，在当时有很多人认为马库斯就是中国选手无法逾越的大山。随着他在中国的声场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嚣张，甚至在发布会现场就敢动手打人，甚至把中国队长按到了桌子底下肆意羞辱，完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手段啊，各种限制啊，各种中断。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越打越精彩。不要拿别人的气势来灭自己人的威风 ，OK， 干就完了。不打了，不打了。中国硬汉李景亮，他输过赢过，但就是没怂过。生涯数百场比赛，从未被 KO 过，足以证明他绝对配得上硬汉的称号。擂台上，他是充满激情和斗志的战士，永远给观众带来精彩的比赛。擂台下，他铁汉柔情，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而我们注意看，这一次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一向爱国的李景亮竟然对同胞痛下死手，甚至不惜冒着断送职业生涯的风险，也要亲手砸断对手的脖颈，因为对手是所有中国人都恨之入骨的汉奸。而且，观众朋友们，他还投靠了日本。正如李景亮赛前所说，绝对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此人名叫刘家鹏，来自中国宝岛台湾。他成年之后便到日本去留学，但到了日本之后，他竟然心甘情愿下跪认小日本为干爹，而且还学习起了日本空手道。当然，他做什么事情是他自己的事儿，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但重点是，观众朋友们，他竟然数典忘祖，公开羞辱中国武术是下水道的垃圾，甚至还表示给空手道踢鞋都不配。在比赛中，他更是对自己的同胞痛下死手，甚至连裁判都拉不开的那种。种种行为都被李景亮看在眼里。恰好这一次，他竟然不知死活的回到中国踢馆，表示为自己的干爹完成当年未完成的梦想。好，我们看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这场比赛是一场中国力量李景亮大战中国宝岛台湾选手刘家鹏的比赛。但是我觉得说他是一个中国人不太准确啊，他应该是美国人的儿子，日本人的狗。这个家伙做了汉奸，投靠了日本。大家不要认错啊，红色拳套是刘家鹏，而黑色短裤啊，蓝方选手便是李景亮。哦，下潜抱摔，刘家鹏很大胆。哦，舍命断头台，哇，这个招式非常大胆。进地面了，看一下李景亮这个姿势还有没有把对方掰断脖颈的机会。再加把劲儿啊，再使使劲儿。对待汉奸，对待走狗，我觉得就应该掰断他的脖颈，而且我们呢也不要弄死他啊，干脆让他呢终身残疾啊，下半身残废，让他想给日本人下跪对不了。我知道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去这个抹黑李景亮，我觉得李景亮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职业选手职业拳击手，他不仅是代表着自己，也代表着国家。你可以说李景亮的实力可能不是世界一流，没那么强，但是绝对不可以低估，也不可以不承认他的爱国之心。在这一点上他绝对要比大部分的选手要强得多。现在李景亮在下位，要小心了因为这个小日本子呢不对，这个台湾选手他现在算是半个小鬼子。这个半鬼子他呢学习过很多日本的柔术和空手道，地面实力很强。他这次来我们中国大陆踢馆，还表示了要完成自己干爹当年未完成的梦想。他在日本认了一个干爹，也就是他空手道的师傅教了他很多东西。当年他的师傅来中国踢馆中国行失败了输得很惨。倒拔，倒拔垂杨柳，这一下把刘家鹏的脑袋插到地板里，哇，又一个吗？又一个！两记倒拔垂杨柳，现在刘家鹏的脖子还好吗？
打完比赛恐怕他需要第一时间去看一下他的脖子。现在这个角度很尴尬，李景亮被对方的双腿夹住了脑袋，看来对方也要下死手要下狠招了。这种招数呢，都是小日本子才会用的招我们中国选手一般是不会用的。好，上位砸拳，但我们注意看对方的双腿在盘扣，也在下狠手，倒挂金钩。哦呦，但李景亮第3个，我们看上位砸拳，结束了，比赛结束。哇，这场比赛非常过瘾，非常解气。如果说上一场比赛体现出了李景亮强大的力量，而下面这场比赛便体现出了李景亮硬汉当中的硬到底在哪儿？我们看比赛开始了。好，同样的位置又进到地面，李景亮我们看又是圈头的一个断头台，和上一场比赛一开始的位置情况和局势一模一样，只不过对手他更强了。哦，李景亮尝试做像上一次这种舍身的断头台，结果被对方识破，按到地板上。对手来自于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摔跤手。现在李景亮被打背了，对方骑在李景亮的身上。我们肉眼可见对方的体格体型明显是要大于李景亮的。背部裸脚有点危险。但这个角度对方虽然说裸脚成型，但是李景亮的下巴还卡在这里所以说对方无论怎么使劲都是不可能会勒晕我们。但这个角度还是很危险对方的手臂搭扣了。哎呦，这个角度看起来有点深。李景亮的双手没有放弃挣扎，他还在不断的拆把，也就是说呢，挣脱对方的这个把位，去拆开对方的这个手势。现在李景亮是上半身和下半身都动弹不得，下半身被锁住了，上半身的脖颈也被锁住了。但好在比赛一开始呢，李景亮的体能还是比较充沛。在格斗比赛当中尤其是综合格斗，观众朋友们，地面战是最消耗体能的。很多时候3回合的比赛在第1回合打地面战，基本上把体能消耗一大半。但实际上这个角度这个姿势此时此刻对方要比李景亮还要更累，因为他的双腿在时时刻刻盘着扣双腿是很紧张的，他需要用更大的力气才能够降服住也就是说控制住李景亮。好，裁判警告，不可以抓对方的手套，你可以把对方的胳膊，但你不可以抠对方的手套。对方边观察李景亮的表情，边砸拳，看砸哪个位置李景亮的表情最痛苦。又来了，又一个背部的裸脚。哇，李景亮就是凭借他的意志力顽强在支撑。李景亮还在苦苦支撑。从表情来看，这个姿势呢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脖颈被对方呢放弃了。对方也发现了，无论他怎么用力怎么使劲都无法降服李景亮，所以便放弃了。因为你长时间的手臂紧张，如果降服不了的话，他的肌肉会非常非常紧，只会导致接下来他的肢体如果打站立的话会非常僵硬。但不得不讲，观众朋友们，李景亮是真的非常的硬在这么多波的危险之下还在支撑。对方换了一个腿部的扣，这个扣更深了，类似于一个安全带。第1回合最后的30秒，对手还在尝试做一些个上位砸击。
李景亮的头部防守让对方呢也没什么办法，单手护头，而另一只手抓住对方的手臂，不让对方做裸脚。这个地面防守几乎是教科书般级别。好，而且还把对方给拉起来哦，这个真是非常有武德的一种表现啊！好，第二回合双方比赛继续。黑色短裤蓝方选手是李景亮，而红色拳套是老外。对方叫什么不重要。好漂亮，战力上明显是有优势。哇，这下对方像炮弹一样冲过来，但是他的体能好像没有那么好了。哇，站立断头台又一次。断头台，我怎么感觉对方身体已经发软了？裁判确定还不叫停吗？这个明显能感觉到对方的这个肢体啊，包括他的种种给我们发出来的信号，我感觉他好像已经晕了。但这个角度裁判也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啊，晕了啊！裁判，哎呦，现场裁判我觉得至少晚叫停了3到5秒，5秒之前对方就已经晕了。啊，你看口水都流出来了。但现场裁判呢发现的有点晚，不知道是有意而为之，还是说他的这个专业水平、专业技术啊不够强。好，本场比赛到此结束。两场比赛，第一场展现了第一场比赛展现出了李景亮的力量，而第二场比赛啊展现出李景亮的硬汉精神。那么恭喜这位。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咱们下期视频再见。